Face Life 谢幕之后的闪耀色彩迈向了新的周年。回头看才刚结束不久的2023，的确迎来了一些全新的作品元素。主线剧情的共通核心要素，选择未来并非必然，用一场舞台表演去演绎的主题，即便被称为任性，依然维持了自我。还有跟 Wing 的字段告别，开启全新年度专辑命名方式的 Canvas 系列，犹如一张能够依照个人意志与喜好去尽情挥毫的画布，意味着留给偶像们表现自我的空间和自由。Cometek 在这样的一年集结，如果说以卡路卡跟铃木与那的存在仿佛一黑一白的强烈对比，分别站在无法被染色以及缺乏任何色彩的两端，那么最后一位成员 Ikuta Haruki 就好比手握五彩缤纷的颜料盘，上色过无数张的画作，却一直无法完成足以代表自己发自内心感动的大师之作。心にしまいきれない。大家好，我是 Skim。扣除3名15元，这支影片是频道的第28部角色浅谈。如果你要我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替他们撰稿过后，认为哪方面的个人因素是推动每位偶像的剧情时必经的过程，我想不存在比才华这个主张更加精简的答案了。不光是有关做不做得到的事，并非完全源自对身份的执着，更多的是具备能力，因此站上位置。283事务所之中不乏如此处境的成员，而女孩们跟偶像从此结下缘分的契机，往往取决于一个不期而遇，依然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刹那间。闪耀 P 或许前去创作市集的那天，从未料想过上秒还在舞台上演奏的乐团当中的贝斯手会在歌曲结束之后立刻一跃而下，对方跑来身边表明来意，直球的坦白乍听之下似乎容易引起误会，却也真诚无比的道出了满腔的决意。世界が色づいていくのが見えたんです。私を連れて行ってください。一切会发生其实有来龙去脉。闪耀 P 跟 Haruki 早在表演之前都打过照面，偶然的四目交接促使两人展开对话。首先得知今天只是因应朋友的请求，以代打的名义上台，以及乐团的宣传文宣是由他亲手绘制。Haruki 听见作品获得称赞，感到高兴之余由衷期盼等等上台，能够拿出足以感动人心，令周遭愿意停下脚步的演出。也许出于职业病的习惯，又或者有感于侃侃而谈时的真诚，闪耀 P 建议 Haruki 想要撼动他人的情感，从什么样的表演会令自己感动为出发点，将感受情绪的内心世界，犹如着上色彩似的具体表现出来。听了闪耀 P 的话语，放松下来，困惑更因此豁然开朗。他事前并不晓得男子是何方神圣，事后也多少自觉当下索性跳下舞台是一时冲动。然而当时登台演出前的开导，不只是单纯适时的给予鼓励，对 Haruki 而言象征着心心念念追求的理想，遇见了懂得赏识又指引方向的知音兼伯乐。在顺水推舟的劝说之下，283事务所又增添了一名生力军。从今以后，不论是工作或者训练，那股不输给当初跳下舞台寻找闪耀 P 的行动力，依旧能从显眼的地方有所察觉。平时自发性的研究具有情绪渲染力的歌唱技巧，广播收录跟摄影工作的时候，总是思考如何改善不足的地方。即便商量的对象是年纪明显落差的工作人员，为了最后能拿出优秀的成果，Haruki 总是主动而不嫌麻烦的反复在沟通与执行之间付出努力。这方面的坚持之所以被定义为强项而不是扣分的固执，关键在于 Haruki 十分擅长把情绪的感受跟评价人事物的感想，藉由鲜明易懂的字句去表达出来。相辅相成的特质还不仅如此，透过跟闪耀 P 以及与娜的对话内容，可以发觉他乐于接受新的知识，以至于长久累积下来，可谓所学涉猎广阔，并且警惕着价值观和情报不该偏颇于特定的立场，时时自我提醒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收集知识。知性的内涵搭配上不弱人厚的行动力，就连业界人士都曾当面向闪耀 P 称赞。我们理解这个女孩子作为偶像受到的肯定，来自于旁人给出的见解，
那么 Haruki 则是怎么看待的呢？某一次集体试镜之前的会合，闪耀 P 察觉对方没有联络，负责的偶像也不在预定的场地。后来收到写的想要呼吸外头空气的讯息，凭着直觉爬上楼顶，找到正在独处的 Haruki。疑问之下才得知，遇见其他参加者后，第一次明白，同样作为偶像，有些人早从孩提时代就一直准备，也有人先从相似的职业开始努力。有感于他们对偶像这个身份的渴望。相比之下，扪心自问只是因缘际会的来到283事务所，更准确的说，当做一条没走过的路去尝试。面对 Haruki 自认所付出的努力和觉悟，无法和周遭竞争者相提并论而产生的自我怀疑。先是表面不认为他没有资格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论自从成为偶像所拿出的积极，还有为了这个身份设想与执行的一切，想要配主张如今拥有参加试镜的机会，意味着那些付出获得毋庸置疑的认可。说到底 ，Haruki 至今为止展露出的热衷，不也是对偶像的一种喜欢与适合吗？確かにそうですね。見てもらうにはこんな弱気じゃダメですよね。私のいいとこ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私この後も頑張れそうです。也许这样的偶像之路还会遇上迷惘，譬如说反复锻炼的途中，暂时遗忘了打磨记忆的原动力，可以是因为全心投入而反馈的快乐，又或者理清思绪，领悟到继续当偶像最大的吸引力是透过身份的转变随之改变的环境，说不定就能拓展更宽广的眼界，如同国中毕业之后为此离开家乡长野上京念书一样。怀抱追逐理想的梦也好，某方面解读为求知欲的贪心也罢，Haruki 最终赢下 Wing 的优胜。赛后回到能够眺望283事务所周遭的那片公园，还有听完闪耀 P 祝贺的瞬间喜极而泣，许多疑问和烦恼是否得到解答，相信已经尽在不言中。闪耀 P 当初在他登台演奏前给出的谏言， Haruki 站上 Wing 决赛舞台时回想起同样的一句话，有种感谢始终给予帮助的男人之余，表示也想感谢那时候跳下舞台勇于和对方攀谈的自己，将未来上色的多彩缤纷，以后他 Haruki 追寻自我表现的偶像之路，才要随着 Wing 谢幕，继续描绘崭新的一页。私がしてきたことは近道だったのか遠回りだったのかわかりません。でもアイドルになれてよかったです。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から。ステージの上で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の言葉を思い出していました。君自身の心を動かして見える世界を塗り替えればいい。それを胸に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たら何でもできる気がして。私今まで生きた中で今日のステージが一番心動きました。由于在十分接近的时间点加入283事务所，与那跟 Haruki 在所难免会被粉丝社群做些比较。有的意见说是根据官方宣传的密度，加上周边销量或讨论声量，觉得 Haruki 似乎缺乏关注，相比与那没有展现出显眼的个人特色。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两人在 Enza 版登场后的社群讨论，不难发现追加完更详细的角色设定和故事剧情，与那的人气只是处于接近饱和。可是有关 Haruki 的支持或是二次创作，反而持续出现幅度逐渐明显的上升。促成这个现象最主要的关键，我认为莫过于光是 Wing 和一张 PSSR 的篇幅 ，Haruki 已经做出形象十分立体的自我介绍。为了工作和演出而举手投足散发的行动力，反映着内心寄望着拿出的成果足以感动人心的传达出去。将对于人数的理解尽可能巨细靡的用话语或文字去阐述，需要的是丰富以至于细腻的情绪感受。这样的人格特质经历了偶像生涯，
除了面对困难、犹豫、喜悦和感动等等情绪反应会格外明显，很多时候 Haruki 的想法是随着闪耀 P 的参与，所以产生良性变化。对比上目前个人主线的互动相对冷淡或生疏的卢卡和雨娜，尽管 Haruki 看待偶像这个位置仍然不是非他莫属，但是跟随这个女孩子的心路历程，可以感觉出了认真与心境起伏，的确诚恳地吸引到越来越多玩家刮目相看。不仅是优点的部分，多才多艺但犹豫不决该走往哪个方向的人生课题，还是当上偶像却并非全因个人愿望的选择，同样也是令人引起共鸣的经历。德昌所望在理想的道路上用接受的方式前进，想必绝对是大有人在。不过，一定也存在擅长各种不同领域的佼佼者，却未必待在最适合发挥的位置上。另外 ，Haruki 本身拥有演奏乐器的经验，对绘画也有相当程度的熟悉，两者都和呈现自我的方式有关。把职业偶像归类于表演工作者，也许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只不过一旦从如何把握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去表现想要别人理解的自己，违和感似乎相对减少很多。或许 Haruki 觉得身为偶像还能探索世界的鲜艳，以后终将面临缺乏刺激的那一天。届时他和闪耀 P 会选择怎么做，可能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既然提到了刺激， Haruki 受到的影响当然也来自 Comitech 的成员。加入283事务所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个人活动，与那是第一位因为工作开始相处的伙伴。跃进剧情 Road to Happy Holiday 的圣诞活动结束后，两人很快再次获得共处的机会，在陪伴彼此训练、工作和私下相处的时间里，加深合作的默契，也越来越了解对方。Song for Present 之中许多两人合影的卡面，正是那些过程的剪影，充满张力，甚至是压制性的锁住观众的注意力。卢卡的舞台表演拥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Haruki 仅仅透过录影就能深刻的体会到，心怀憧憬去模仿练习。直到有一天，闪耀 P 陪同他到现场观看，才意识到卢卡是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下去表演。Comitech 此时尚未正式组团，卢卡正面的抗拒使提案陷入焦灼。基于当时雨娜和 Haruki 也在现场，闪耀 P 犹豫是否坚持这个安排。之所以确信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多亏 Haruki 更加坚定想和卢卡搭档的决意，以及对于演出方式的见解，给出了旁人都能共鸣且浅显易懂的描述，替闪耀 P 主张卢卡需要有人陪伴的想法打了一剂强心针。イカルガさんはずっとあんな感じなんですか？すごく苦しそうだ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ライブ動画で見たときはわからなかった。まるで暗い水の中で歌っているみたい。苦しそう。なのに行きたいって言ってるみたい。だから改めて思いました。やりたいって伝わりますかね？これ。根据一些剧情上的蛛丝马迹，能多少判断出 Comitech 纵使成立，卢卡还是保有明显的距离。但是倘若过劳而病倒住院，两人的探病足以成为令他首次卸下心防的第一根稻草。由 Haruki 牵起雨娜的手，循着敏锐的感性一起把握每一次敲响内心的可能。长久以来被卢卡关上的那扇大门，相信总有一天会敞开迎接他们。してみたらどうかな。ルカちゃんと全然違う。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在家排行老3，上有兄姐，如果被称赞像个姐姐一样能干，会很高兴。短发的造型加上偏向中性的名讳，小时候被误以为是男生时会感到困扰，甚至一度讨厌这个名字。当上偶像一段时间后，才明白厌恶的其实是被嘲笑。他很喜欢 Haruki 这个称呼，偶像之路被这个女孩子称为找寻广阔世界的鲜艳缤纷，实际上能抵达哪里还是未知数。不过从这个过程开始接纳并肯定自我，希望的色彩渲染着生命的一分一秒。
满意的代表作或许不必借由艺术，也能是 Haruki 身体力行的个人故事。和我聊聊 Haruki 的事，有感于人物性格和创作相关的心理，读完之后感触良多。那就下支影片见喽。